谁？苏让，主上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呀！我是故意的，别杀我！其为治，止于无欲而明明德，因明而正，因正而大，正大而光明。我叫醒那烈火，燃尽誓不舍，无心般大河。阴阳处世，做不出成就，福太极，是人们颠倒身在被我记住在身上，遇见绵绵草之地。历书上填满了道理，这眼中藏满了目的。掌握眼高的人幻想过破了分大风，心不起口，念不清楚的愿一场，管天地众人造的梦。没错，你哭还痛不痛？心不言是天说。黄金是黄不舍的，忘我如你如何？飞了永驻炉火，融进酒家锁。今日方知是我。王婆，傅医师，傅医师饶命啊！傅医师，你们不是号称可以天神赐福、驱除病鬼吗？傅医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这点手段您还能不知道吗？仔细跟我说说。我们无医看病，全靠那把铜壶，里边是熬好的杏苏散。这种药呢，只能治风寒，所以遇到病人，我们就用这一手。治好了就说天神降福，治不好那就是此人为人不正，病鬼缠身，天神厌弃。佛主20多年就这一副药，你们就没出过纰漏？敢质疑我们的，都去见天神了。傅医师，我这次是全力帮您的呀，没有我的鼓声，您就做不出幻象，也就揭不开秦苗的真面目。这天一族所有的事儿都是秦苗做的决定啊，我们兄弟二人不过是帮衬而已。还请傅医师看在我们也是爹生娘养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吧！饶命饶命！你们这样的人不配爹生娘养。这天一族和城外百姓，哪一个不是爹生娘养的？你们呢？庸医害人，草菅人命，掠夺孩童。今天就算我答应放你们，那些枉死的冤魂也不会答应。我呸！我还以为鬼洞豪是什么厉害的家伙，原来是个大骗子。秦苗，你的桩桩件件已经被我一一查清，
你假借鬼洞豪之名掠夺孩童，再将其高价卖其父母，亦或是其他人，以此敛财。如今人证我已带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多亏了浮生什么都爱往嘴里塞的毛病了。我尝过那个泥娃娃，其味道跟你那天烧的那个致幻香料味道一致，我便已经知晓其中药物含量，随后搭配出解药。而你这幻术最重要的鼓声，也因为王博失踪而换成了并不熟练的王仲。我在叫王博敲鼓来扰乱你们的鼓声，因此你的幻术自然就失效了。岂有错一招！王博、王仲，你们两个大废物！你们两个坏我大计！顾天，你说的妖言惑众之人在哪儿啊？都在地上跪着呢。顾天，你不去找我爹，怎么把他给抢来了？时间太紧了，我上山救了你们之后，一出山就碰到了他们边军在巡逻。我一想，这回到城内一来一回，少说也要1天，我就干脆把他带来了。傅医师，这是答应过给你的玉佩。山行月，多谢族长。啊，不客气。我先将此3人押回济北商会，我们西川再见。到了。能不能不进去啊？为什么？是城主府迟迟未抓到鬼洞豪，才让他们陷入如此长的痛苦之中。我没脸接受他们的道谢。我觉得此事错不在你，但如果不进去，心情能好一点的话，咱们就不进去了。小朋友，你看，这里熟不熟悉啊？他被掳走的时候还不满周岁，他怎么可能会记得呢？送他回去吧。你记住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快去找你爹娘吧。慢一点啊。他爹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他爹，有个孩子。这是谁家孩子丢这儿了吧？我瞅着像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？是咱儿子。我的孩子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老天爷，谢谢你让我找到孩子了。走吧。挺好。走吧。哎，累。走吧。你妈。我们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谢谢，把孩子送回来。谢谢你们，太感谢你们了，谢谢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早就说了，没人怪你。这一筐鸡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是，福医师说的都对。哎，
那这鸡蛋我可以自己拎着，这可是人家专门送给我的。对，福生，谢谢你啊。你说这两人是不是闲了就得死啊？这刚从那个破地方捡回条命，就又跑去还孩子。我看这人啊，就是要学会少给自己找麻烦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你就不会给自己找麻烦，不然你就像你兄弟那样，都供在那儿了。顾天，哟，没想到你还挺有爱心的嘛。当然，我很有爱心的。那些是什么呀？那些是他的祖先们。哦，莹莹，我这刚从天一族回来，你就来找我，是不是想我了？怎么样啊？鬼洞豪手里的山形玉找到了吗？那当然，我都出马了，还能拿不回来吗？要说这一次啊，还真是多亏了我，否则他俩还真不一定拿得到。哦，那这么说，顾少侠又添了不少的英雄事迹。哎，莹莹，你是不知道这一趟有多惊险。我三番几次的救下他俩的小命，我们才拿回山形玉。莹莹，我这一次去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就在刚才，我想明白了。是什么？你猜，我觉得是什么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回来就回来了，嚷嚷什么？难道让小爷接你不成？给你们看个好东西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没反应，会不会是摆放的顺序不对？不可能，我是按照这形状放进去的，不可能弄错。这玉不会是假的吧？哎，更不可能。嗯，且不说像这样的材质上哪能找的，光是这样的玉，见过的人就少之又少，所以不可能是假的。啊，既然不是假的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费了这么大的劲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会不会是这东西要在特定的地方才有效？哦，你识字儿？啊，不识字，但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像会长。哈哈，郭会长找我有事？贤主有令，让你尽快找齐云水山3块玉，还有文雀玉盘，拿到鸾鸟图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些玉石我知道，但是这个什么鸟图是做什么的呀？
你不必知道。那我总得知道这个鸟图长什么样子吧，不然我怎么找呀？少废话了，既然贤主有令，就抓紧去办吧。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容易，下面的人那是要跑断腿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找东西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您总得给我点线索吧，不然这么偌大个西川，我怎么找呀？这是你的事儿。哦，我刚才听会长大人您在传达贤主命令的是吗？我好像听到一句“拿到鸾鸟图”，用了一个“拿”字。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你们知道这东西在什么地方？会长大人不会是因为看不起我孙思明，所以就故意为难我吧？李志卓在死之前，曾多次派人跟踪宋敬野，发现宋敬野经常假借着看戏之名，去多庆楼与人交涉。李志卓确定，当年拿走鸾鸟图的士兵就藏在这多庆楼的戏班当中。哼，你笑什么呀？既然已经拿到了线索，还不赶紧去找？大姐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这多庆楼是什么地方？在那儿演过出的戏班，不说有50也有40了。这么多戏班，我知道是哪个戏班呀？只有李志卓知道是哪个戏班。不过如今他已经下去见鬼了。如果你想当面问他，我也可以送你下去。不必。感谢会长为我排忧解难。那这样，这些戏班呢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去排查。绝不让会长您再费心了。你最好给我快点。就让你再多问问几天。天书宝藏到底在哪呢？既然如此，不妨让捕风捉影楼来查查这块玉的来历，没准会有新发现。那就真的是辛苦我莹莹姑娘了。哎，福生，莹莹是一家人，别总那么见外嘛，莹莹会伤心的，是吧，莹莹？顾天，你想跟人家成为一家人，也得问问人家同不同意啊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我特别同意。大银子。来吧，趁热吃。哇，肉汤啊！小时候最爱喝肉汤了，现在一年到头都喝不上2回。现在弄的，一闻上肉汤的味道，都根本走不动道。你怎么不吃？早上这顿饭至关重要，不吃容易得胃病。吃饱吃好，要不然身体扛不住。趁热喝。可是我没胃口啊！折腾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凑齐了玉，不说开启天书宝藏吧，至少那玉盘弹出个什么地图也行啊。结果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就因为这事儿，我昨晚都没睡着。眼下已经凑齐了玉，找到线索也只是时间问题，所以在此事之前，不要因为这件事耽误自己身体。趁热吃吧，然后就不好吃了。你不吃，我可吃了啊！哎，那锅里还有，不够自己去盛，抢它来干什么？就是，我知道。好香啊！哎，莹莹，
坐。我给你盛碗肉汤。幸不辱命，找到线索了。快，趁热喝了。之前你们查到寒舍的那块水形玉是宋哲给他的，天夷族的山形玉是抢了宋远的，宋哲、宋远两兄弟是当年被劫杀过后的士兵，没错吧？再说宋敬野，他曾经是羽林卫的首领，他手里的那块云形玉，还有给了符医师的文阙玉盘，都是经历过劫杀之后侥幸留下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玉之所以分散四地，全是因为当年那场因为意外而导致的劫杀，所以才被迫分开。没错，根据这些线索，捕风捉影楼查到，当年在西川城外确实有一次很大的劫杀行动。西川城外是谁负责劫杀他们的？是文城主，我爹？怎么会呀？据说当年是一批马匪抢了至宝，文城主接到消息之后就派人去劫杀，但是事后并没有找到至宝，此事就不了了之。根据当时事发的时间，当年劫杀的马匪就是宋敬野带队的羽林卫。走，去找我爹问个明白。月儿，你们这是？我来是想问问关于当年劫杀之事。你听谁说的？是捕风捉影楼吧？他们查的没错。当年我的确劫杀过一伙马匪。爹，是谁给你传消息说有马匪的？不是消息，是命令。当年受冀北王府胁迫，王府声称有一伙马匪抢了至宝，叫我务必将他们劫杀，把至宝夺回来。虽然我西川并非冀北藩属，奈何冀北国力强大，我也只得听其号令。大人到了。拉！不得劲啊！这伙人厉行径直，行事果决，整齐划一，死马匪！恐怕其中有诈。全体听令，分成两队，左右突围。是。杀！快跑！你带人追杀刚才逃跑的那伙人，剩下的我亲自坐镇。是。大人，不太对劲，这帮马匪只想逃跑，没想杀人，根本没对咱们下狠手。看来我已经被王府的人蒙骗，为其做了不可告人之事。大人，怎么办？咱们还杀吗？事已至此，绝没有临时收手的可能。尽快诛杀殆尽，一个我口不留。唉，我是后来才得知，那伙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匪，是羽林卫。城主大人，恕不胜冒昧，我想问一句，您说，您是后来得知，那是怎么得知？还有当年那些马匪至今还有没有活口？大人，要不要交给医师来？
这人恐怕挺不了多久了。先把他外衫脱了。是。怪了，一个马匪也穿得起宝甲。大人，这宝甲不像是寻常东西，您早前说过的，恐怕是真的。一会儿给他找一件寻常衣服换上。是。大人，这伙人什么来历？交手的时候凶狠果敢，感觉好像受过什么训练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近几件事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不该知道的别问。是，大人，属下多言了。把宝甲烧干净，然后把医师叫来给他诊治。是。大胆！你可知这人是谁？还不松手！文城主，你认输。既然要过你的底线，自然认得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不可，大人。放心，他伤不了我。下去吧。是。是条汉子。现在能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了吗？那我换个问法，你们可是羽林卫？文城主，你不过是被当做棋子用了。我劝你，要想活命，便不要再深究下去了。当时我便知道，我已经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掉入了朝廷的纷争之中。我是为了保住我们这小小的西川，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将此人的名字改为孟信，然后送他到一个附近的戏班里，从此隐姓埋名。我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此人，他自己也愿意。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，现在是死是活，我也不知道。文城主，您可知道这宋敬野当年就是羽林军的头领？他？难怪听闻这宋敬野喜欢看戏，看来应该是找那人接头去了。可劫杀之人是保护王室的羽林卫，而这下命令之人却正好是王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自己打自己人？这其中一定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是啊，我也不清楚那些朝堂之事。再说当年我与那人也只是寥寥数语罢了。不过我倒是记得，他曾经说过，当年下令追杀他们的，并不是王室，而是破壁。破壁。大家。殿下，辽阴一带饥荒复起，难民涌入诸城和辽阴两县。如今，三县粮仓均已告急，三县县令匆匆急报，请殿下速速决断。哎呀，去！赶紧送到破壁贤主那去，别挡着姑看美人，走开啊！殿下，宦官当权乃万祸之源，不可取呀！请殿下当政。请殿下当政。你们也想学斗头，等着被砍头吗？都给我滚下去！
别抓着哭的美人！美人们，别跳了，别跳了，来服侍姑。快！殿下，殿下。大脚。殿下，该服赤剑粉了。先放那儿吧。是。赤剑又名定风草，又因其劲如箭杆而色赤，故名赤剑。每日用其粉1盅，可利腰膝，强精力，久服益气，轻身长年。怎么这个时辰，贤主你过来了？都下去。哎，美人，姑的美人啊，美人！哎呦，贤主你这赤剑粉常服，可延年益寿，却有一物名为鬼都油，长相与赤剑无二，却根寒剧毒，时常服用易上瘾，发作之时，人若风溃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难受殿下，想要吗？要！知道，给我。给我！说给你了吗？知道，给我粉。叫声阿父听听。苏少，你个鼹鼠，给我！别忘了，没有我，你怎能安坐在这冀北王位上？我求求你，给我！叫声阿父，我就给你。我叫。阿父，给我！乖，记住，只有我在，你才是冀北王。是。这孟晴啊，没几年就辞去了吉祥班的差事，想必是连我爹都不太信任，倒是个谨慎的人。顾天说的对，来这儿就是白跑一趟。也不算白跑吧。刚才那班主不是说了，之前是看着孟琴有武功底子，所以才教了他绝底系。我觉得要不这样，咱们再去看看其他绝底系的班子。听其言，洋洋满耳，若将可遇，求之荡荡如细风古井，终不可得。娄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两位可是没找着孟晴？顾少侠专程去找过我，正因此事。娄先生，您就别藏着掖着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。当年孟琴离开着吉祥班，先后换过几处，挖过禅星金，当过酒楼伙计，后来被一名羊皮戏影班的班主收为弟子，做了皮影艺人。孟琴这人呢，勤快伶俐，深得班主喜欢，不仅受得班主真传，还娶其独女为妻。班主过世前，属意孟琴接受影班，而孟琴却将班主之位传给其师弟，自己一心钻研皮影手艺。如今
已是这皮影班的台柱子。这影班现在何处了？城南多庆楼。今日影班的压轴戏，正是孟琴的东海皇宫。会长王府，宋会长，不知宋会长能来，小人有失远迎啊。出这么多汗，别丢了体统。姐，这个孙思明有古怪啊，肯定有什么没告诉咱们。来得及，我们也去看一出好戏。嗯。师傅，这些皮子割好了，您瞧瞧。我瞧瞧，合适。抱去屋里，一会儿教你怎么上药。好嘞。请问孟琴先生在家吗？师傅，恐怕又是来找您定堂会的。这边请。你就是孟琴？不知几位贵客是何人府上？敢问孟先生，20年前是不是在吉祥班学过绝底戏？看来几位贵客不是来定堂会，而是来找人的。其实就是想问问您，知不知道天书宝藏的事儿？什么宝藏？宋会长想瞧哪一出戏，小人这就安排他们准备。这出戏是谁演的呀？回您的话，是小人的师兄孟晴，依着绝底戏的底本，自己重新编写了这部戏，讲的是东海人士皇宫在知府山得道成仙，能以刀驱使蛇虎，可行云雾法术。行，赶紧让他们来演吧。还有，我看戏的时候不喜欢有外人，这你可知道？这个自然，小人已经吩咐了，今日多庆楼歇业，不再接待任何外客。孙会长，我应该不算是外人吧？我估计你们认错人了。我父母早年来西川挖产星金，就此落脚。我呢，出生在西川城外，土生土长，8岁时学了皮影手艺，直到如今，从未去过其他戏班，也没离开过西川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谁能证明呢？我父亲在我25岁那年得了肺痨，没多久就去了。我母亲瘫痪在床，去年才没的。师兄弟们帮我一起操办的后事，合葬的坟头就在城外山脚，几位去一看便知。孟师傅呀是个孝子，伺候母亲活了61岁，在我们这一块啊算是高寿了。那你家中可还有别人？只有一妻一子，
幼子今年5岁。不对吧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儿子才这么大龄？我们这行是下贱营生，讨个媳妇儿不容易。想来各位要找的孟琴，与我只是同名罢了。孟先生，你这手是会烧的啊！用来做皮影的每张皮子都是我亲手挑选回来的，用石灰一点点削好，再清洗晾晒，马虎不得。班子里的所有皮影都是孟师傅亲手做的，真手艺，骗不了人。那孟先生可知道冀北商会的宋敬野？宋会长常来看羊皮戏，得过不少赏钱，我自然认得。只是我身份卑贱，没有机会近身拜谢。难道真的是捕风捉影楼找错人了？师傅，班主让您赶紧准备，有贵人点了东海皇钩。几位贵客瞧上去都是斯文人，不是来找麻烦的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得去背戏了。打扰了，咱们走。今日是哪位贵人点戏啊？冀北商会的新会长。冀北商会？班主刚叫人关了大门，不叫我们乱走，说是怕冲撞了贵人。天幕下，光影同行，繁华辉煌的倒影，隐藏多少的轨迹？就像那生命中每页篇章，串起命运的交集，故事可歌也可泣。你掀开神秘面纱，我说迷离的冒险，不能不逃离，也不轻易妥协。当黎明破晓时，光芒乍现，一直探寻的路，追逐和迎接每个未知的情节，共赴一程，用热血和赤子心燃烧，点亮青春，不负年少，征途留痕，把黑暗驱散，勇气梦照，坚披着星月，直至破云霄。当黎明破晓时，光芒乍现，沿着探寻的路，追逐和迎接每个未知的情节，共赴一程，用热血和赤子心燃烧，点亮青春，不负年少。